冷酷面具被撕开的一刻，王子文情绪崩塌，刘云宁竟这样回应。冷酷外表之下，他究竟藏着什么？王子文一直被贴着3米之外禁止靠近的标签。他说话利落，不拖泥带水，他做事果断，不给人留下插话空间。在许多人眼里，他像一座随时会被风吹碎的冰山，却又坚硬的让人难以靠近。可只有少数真正看过他沉默的人才知道，他的冷不是天生的，他的硬也不是装出来的，那是一层层伤，一段段路，一次次被误解后学会的自我保护。第一次与他合作的刘云宁，在对戏的前几分钟就察觉到了一个别人看不见的细节，他的眼底深处不是冷，而是长期独自扛着重量之后的疲惫。他不哭，不诉苦，不求安慰，却在每一个停顿里透露着一种习惯了不被理解的倔强。片场灯光亮起时，两人站在镜头前，一个高挑俊朗，沉稳克制；一个小个干练，锋利鲜明。身高差让画面自然拉出张力，可真正让现场安静的不是外形，而是气场。他们像两道锋芒，同时亮起，互相碰撞，却在某个瞬间莫名对上了频率。有人悄声说，这对搭档会炸，没有人反对，因为就在那一瞬间，所有人都意识到，两个经历过生活风雨的人，一旦心里的防线同时出现一个裂口，那力量是足以穿透屏幕的。为什么他的故事让人上头？因为真。这部作品之所以会掀起关注，并不是因为剧情有多么惊险，镜头有多么华丽，真正抓住观众心的是他拍出了成年人爱情最真实的模样。不是粉红色滤镜，不是夸张告白，不是无痛成长，而是两个带着旧伤的人，在试探中靠近，在恐惧中拉扯，在一次次碰壁后，依然忍不住向对方迈出一步。王子文饰演的角色外表锋利，说话干脆，像个随时会逃跑的刺猬，可他的心却渴望被看见，被理解，被温柔对待。刘云宁饰演的小比，老实、真诚，甚至有些笨拙。他不会甜言蜜语，也不懂玩弄暧昧，但他有一种让人心软的执拗。你怕什么，我就替你扛什么，你退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他们之间不是甜蜜，而是疼；不是顺畅，而是挣扎；不是注定，而是在不断受伤、不断靠近中慢慢形成的依赖。成年人的爱从来不是轻松的，是怀疑，是逃避，是自我否定，是我不知道我配不配，但我真的很想靠近你。这就是现实，也是为什么观众会如此投入。那场和解戏崩溃瞬间让全场安静。预告片刚释出时，全网讨论度最高的就是两人那段激烈的对峙。王子文怒到颤抖，声线像被什么撕裂；刘云宁沉默到可怕，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压抑情绪。一个逼近，一个后退，一个想逃，一个想抓住，像是两条早就伤痕累累的心，在那一刻被迫摊开。当镜头推进时，最震撼的不是他们的台词，而是他们的眼泪几乎在同一秒掉下来。不是为了煽情，不是为了效果，是情绪真的到了，是角色的痛与演员本身的共鸣重叠到无法分开。爆发后紧接着的是那种在黑暗中终于找到出口的轻松。当两人靠近、松口，决定不再躲彼此的那一刻，很多观众说，我突然哭了，因为那不是戏，是我自己。那一场和解不只是角色与角色之间，也是许多成年人和自己内心的心结之间。看懂的人都懂，化学反应炸裂，不是爱情胜似爱情。还没等剧播，两人的路透与片段就在网上刷屏。王子文的眼神锐利到像能切开空气，刘云宁的停顿、叹气、微微偏头都真实的让人心间发软。最让网友意外的是，他们站在一起就莫名合适，一个一抬头，一个一低头，既像对峙又像靠近。有人说，他们连空气都在发电；还有人说，这化学反应危险得不像演的。甚至有观众直接喊，想看他们吵到极致，也想看他们爱得彻底。没人反驳，因为他们确实具备那种罕见的真实感，不是在演情侣，
而是像真的互相牵动着对方的情绪。真实得像生活，没有滤镜，没有矫情。导演给所有演员下的第一条要求就是，不要演，给我真实的情绪。于是我们看到，王子文不再是高冷的符号，而是一个深夜会默默掉泪，面对伤痛会爆炸，在爱情里既渴望又害怕的普通女人。刘云宁也不再是完美男主模板，而是会因为一句话慌乱，会因为失去方向沉默，会因为害怕失去而笨拙挽留的普通男人。这就是现实中最真实的爱情。不是我看到你就心动，而是我试图拒绝你，可我怎么也做不到真正放手。不是甜到哭，而是我愿意为了你再试一次，再勇敢一次，再破一次防。成年人之间最动人的温柔是互相救赎。新剧《我最爱的人》，另一种成长，另一种深情。另一部由刘云宁主演的作品《我最爱的人》已经确定上线。这部剧根据漫画改编，设定从青涩到成熟跨度很大，而刘云宁恰好具有这种层次感。前期的少年清澈、胆怯、易动情，后期的男人沉稳、克制，却依然保留一份炽热。他的寸头造型干净利落，五官被凸显得更立体，也更符合角色气质。表演上收放自如，需要爆发时毫不犹豫，需要克制时眼神比语言更有力量，让角色不仅是被爱的人，也是懂得爱的人。与王子文之间的身高差在另一部作品里再次被讨论。许多人都说，成年人的情感细节就是这么真实。爱不是甜到底，而是甜在彼此懂得之后。爱的真正力量不是浪漫，而是救赎。无论是哪部剧，真正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爱情本身，而是爱情带给人的改变。爱情不是童话，而是修行。它迫使你学会表达不安，学会面对创伤，学会在别人脆弱时伸出手，更学会把自己的心托付给值得的人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使破碎也能重组，即使害怕也能拥抱，即使曾经逃跑，也终会遇到一个人，让你愿意重新相信爱。写给每一位正在看的人，看这些故事的人大多经历过受伤、否定、自我怀疑、犹豫，甚至逃离。但请记住，真正属于你的那个人不会逼你成长，不会要求完美，他会理解你的沉默，陪你走过黑暗，在你最脆弱的一刻站在你身后，告诉你，你不用再一个人扛了。愿你也能遇到这样一个人，一个让你卸下盔甲，也能接住你眼泪的人。感谢你愿意看到这里，每一次阅读，每一句评论，每一个点赞，都是我继续创作最重要的力量来源。如果这段故事曾触动你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分享你的感受，也许能照亮另一个同样在黑暗中迷茫的人。喜欢这样的内容，也欢迎你订阅支持。你的每一个小小动作，都能让我把更多故事带到你的面前。期待下一次的相遇。